这是目前 Steam 上玩家同时在线最多的前10款游戏。你能够看到，在近期再度蹿红后，PUBG 以300多万的记录位居榜首。然而，根据种种迹象和事实数据表明，2025年玩家数量最多的 PC 游戏已不再是 PUBG， 将它踢下王座的是一款叫做 Grow a Garden 的游戏，即使你可能从未听说过它的名号。这是一款在 Roblox 推出的游戏，在前些天的游戏数据也是再度刷新了记录，拥有了高达890万的同时在线玩家，这几乎是 PUBG 鼎盛时期的3倍了。别急，我知道你可能想问，这个听都没听过的 Roblox 到底是什么？你可以简单粗暴地把它理解成是一个有着和 Steam 功能类似的4399，只不过这上面的绝大多数游戏主打的都是乐高一样的砖块画风，用户可以通过移动端或者网页端登录该网站，在线游玩里面的上万款游戏，也可以像 Steam 创意工坊一样，在上面设计、上传、售卖自己制作的物品、皮肤之类的道具。那炮友说回来了，这种植花园究竟有啥魔力啊，能从上万款游戏中脱颖而出呢？实际上它的玩法非常简单，在一片大的共享区域内，每名玩家都会获得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，你要做的就是从商人那里购买种子，在自己的地盘种下，等庄稼成熟后把果实卖掉赚取利润，用攒下来的钱去买更好的种子，买更值钱的果实，依次循环往复，一点点打造出属于自己的超级花园。越是值钱的植物，它的种植周期相应的也就越长，像是一上来就能种的胡萝卜，它从种下到收获都用不到10秒钟，而下一季的蓝莓和草莓，它们的收获时间已经来到了几分钟了。可想而知，后面的植物肯定都是好几个小时才会结一次果啦。当然，只要你想，你可以用氪金来 Roblox 加速植物的生长，也可以用它去偷其他玩家的果实。不过对于大多数休闲玩家来说，根本就不必过度在意这个种植时间，因为在离线期间，植物们还是会按照正常的时间流逝继续生长，就像很多挂机游戏和手游一样。在收获阶段，每种植物都会有一定的概率产出特殊的闪光果实，售价自然也会昂贵不少。说个挺好玩的事儿啊，本来我就是想简单体验一下游戏的流程，顺便从游戏里截点素材，没想到在我那个服务器里面遇到一位大哥，直接送了我一个巨大的果实。刚起步的我一下就有5-6千万的启动资金，这一下直接可以跨越阶级去买更高级的种子了。总之就是，如果你想成为当前服务器内玩家们的焦点，那就需要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花园拥有更多更显眼的巨型植物，而玩家在意的点又恰好是这里，因为那些看起来十分壮观的硕大植物不是想买就能买到的，而是需要一些运气和手速。每隔一段时间，种子商人那里就会随机刷新出几个新的高品质种子，由于这些种子为当前服务器共享，所以你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画面，要么是钱不够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种子被其他玩家买光，要么就是钱够了，手速没人快，种子还是被其他玩家买光了。这定时去瞥一眼花园的情景，一下就让我联想到了当年风靡全国的 QQ 农场。这种玩法简单、注重社交的游戏模式本身就具爆火的潜质，更不用说它登陆的还是 Roblox 这样有着上亿月活的平台。这么一看，种植花园能在外网爆火也不是什么理解不了的事儿了，而事实也确实如此。根据外媒数据统计，种植花园这个在2025年3月26日发布的游戏，仅耗时33天就突破了10亿次访问量，同时它也是 Roblox 最快达成此成就的游戏。目前种植花园的访问量已经突破了恐怖的30亿，恐怖如斯啊，而更恐怖的还在后面。根据 Roblox 知名游戏工作室 Splitting Point 的所有者透露，在游戏刚火那阵儿，他们就有意购入该游戏的股份，具体买了多少不清楚啊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原作者依旧持有50%的股份。正是从这次交易中，工作室才得知，这个引爆了整个外网的游戏，竟是由一个只有10几岁的青少年用3天时间做出来的。虽然有不少人都在质疑这背后肯定有大量的机器人造假数据了，但是从游戏的用户留存率以及网上的互动频率来看，似乎都在证明种植花园有着十分牢靠的社区凝聚力。比如在油管上，无论是分享游戏内的欢乐时刻，还是分享花园的支付手段，全都有着不俗的播放量。再就是我前面提到的会有老玩家给新玩家送福利这块，我也是翻了翻社区才知道的。原来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新手，或多或少都接受过老玩家们的赠礼，难不成玩家数量的增多与这种社区文化也有关？另外，从往期数据上看，种植花园也并非是一夜之间就获得了如此之高的成就，而是伴随着游戏发布至今推出的多次更新不断递增的，而且貌似每次更新都是对 Roblox 服务器的一次考验啊。别的我不好评价，但是开局没多久被陌生人送东西这点，确实是我在很多多人在线游戏里体会不到的场景。要是它能一直保持这种淳朴善良的社区风向，那也算是电子游戏社区的一大进步吧。